好，欢迎大家来到香港赛马会社区自助计划创不同学院的第二场公开课。公开课的名字叫做实验实现河畔社区实践。那说起河流，可能香港的朋友往往会想起一些我们城市里面那些比较人工化的水泥河道。那这些河道的环境不是特别的宜人，然后大家也没有什么亲近河水的机会，所以在我们的城市，其实河流跟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关系是比较割裂。那么在同样面对河流环境污染、民众不关心河流等问题的城市，大家会怎么样去面对呢？怎么样去唤起社会的关注，继而以行动改变现况呢？那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了亚洲另外两个地区的朋友，分享他们的亲身经验。那第一位是，next slide。对，那嗯，第一位是来自台中的好办设计的成员邱家园小姐。那另外一位也是来自台中刘耀欢先生。然后第三位朋友是来自日本三岛的渡边李博博士。然后今天我们的主持是来自香港的代表陈燕玲博士，他是位园境师跟城市历史的学者。那我因为三位嘉宾，他们都会尝试介绍他们的项目。那我不会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太多，但是我看到他们的简介，刚好大家都说了很有意思的一句话。那家园他说，他相信改变社会不是仰赖英雄，而是每个人都能做出一点点，然后一起去创造公共的行动。然后耀宽他也说，他是相信行动会带来改变，行动才会有好的质变。然后渡边博士他很搞笑，他说他的口号是右手铲子，左手比酒。那可以想象，他们其实都是啊、除了用力推动他们相信的事情，然后也是很注意他们的行动是不是可以让大家都可以乐在其中，可以享受这个改变的过程。好，各位香港的朋友，大家好。那我是来自台中好办的家园。对，那我今天会分享的这个主题是从绿川市集谈地方创生跟社群营造。那这个是我们在2014年到2016年在台中中区所尝试的一个社区的行动。等我一下哦，我遇到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哦，嗯。好，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那我是邱家园，那我是好办设计的共同创办人。那我的背景其实是大学是念社会学，那所以其实对于就是社区或者社会结构的部分，都有一些就是思考。那我其实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就是回到我自己的城市故乡，就是台中。那我目前在关注的，就是这几年间，就是从好办在中区做的这个地方创生的事情，然后一直到我自己也很关心像性别的议题，然后还有环境的议题。那我现在其实是一个很斜杠的行动者，就是除了在好办这边，那我同时也是一个 NGO，就是呃台湾一个关注社区治安，然后还有公共托育的基金会公安人基金会的一个工作者。那我同时也是生产改革行动联盟，就是我们是关注一个温柔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也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然后因为自己现在有一个孩子，所以我同时也在关注就是儿童游戏权。
的这个部分。好，那所以好办的背景，我们其实是从2003年就是来到中区，然后改造一栋老房子，然后做一个共同工作空间。那同时我们也去做了很多在地的一些行动，像是小旅行、市集，然后艺术的策展，然后甚至到青年创业的陪伴。对，然后那目前其实是一个专注以社会设计这样的一个主题去投入不同的社会议题，那像是社会住宅，然后是地方教育等等。好，那所以在开始介绍绿川市集之前，想先让香港朋友熟悉一下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那这是一个台湾的地图，那台中其实就是位在台湾中心的地方，那也是台湾第3大的都会区。那就是那我们所在这个旧城区，它其实是在台中的中心的位置，那也是这座都市最早开始发展的一个区域。好，那所以从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在最早的时候，这边还没有任何建设的时候，就是清朝统治的时期，它其实有一些汉人聚集在这个地方，但都是非常零星分布的。那像我现在标注的这个蓝色的地方，其实就是我等下会讲的这个绿川。那在那个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从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到，台中这个城市的这个环境的特色，其实是我们有非常多密度的小河川。那这些河川其实都不大条，都是小小的，但是它就是非常密集的散布在这座城市里面。那在当时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旧城区，它是一个台中比较低洼的区域，所以它其实是一片沼泽。那到就是像大雨或台风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淹成一片。那河流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它是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些人工的设计，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蜿蜒曲折的。好，那在日本人来到台湾之后，就是1900年，那就是选了台中市作为第一个市，就是他们叫市区改正的这个计划，也就是现在可以叫做都市计划。那包含了他们做了一些街道的，就是设置，那包含你可以看到棋盘状的街道，然后还有火车站交通的部分。那最重要的就是跟这次演讲有关的就是河流的整治。那做了这些基本的整治，也让台中可以奠基成为目前现代化城市的一个格局。好，所以在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其实就是在改造之后的河流的样貌，它其实就是截弯曲直了，然后从一个很蜿蜒，然后可能会下雨的时候乱窜的河流，然后变成是一个水泥人工化的一个河流。那这个是日治时期的一个老照片，就是曾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工作室以前80年前的老屋主其实说，哦，他以前小时候在这边的回忆是他会在这边就是读书，在柳树下读书，然后这个河川也是很干净的。好，那如果从目前的这个城市的区块可以看到，就是红色圈起来的地方是台中火车站，那也是曾经这边最繁华热闹的一个地方。就这边是火车站，然后旁边其实还有一个市役所，就是我们台中市政府，然后还有像国小以及就是第一座的公共设施台中公园。那你看到灰色的这个区块的地方，其实都是以前的商家。那它这边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曾经非常繁华的政治娱乐跟商业的重心。好，那好办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黄色的点点标示出来的位置。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其实离那个绿川非常的近。那刚补充一下，就是这一条流经旧城区的这个绿川，其实在上游的部分，就是白色虚线的地方，其实它是已经被就是已经被覆盖掉的，所以它其实上面是马路。那一直在就是经过了第一广场的这个区块，它现在才有打开，变成是一个开放式的河道。那我记得其实刚回到中区的时候，我的一个做社区的前辈其实告诉我说，那你要了解一个地方，然后做一个社区的行动，其实你要每一天有空的时候就去这个街道，就是散步走一走。那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沿着绿川就是一个去探索
这个社区很重要的一条散步的路径。那所以其实往上游走的话，它可以来到第一广场。那第一广场它以前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商业跟娱乐，就是它有电影院啊，然后有很多的宾果，就是这些点心的地方。那但是随着整个中区的没落，它其实有一度变得非常的荒凉。那但是大概在20年前，就是随着东南亚的移民工来到台湾，那这个地方没落下来，所以它的租金就比较便宜，所以他们其实就开始在这边开店，可能做一些小吃啊，或是一些就是衣服店等等。那所以其实我就会沿着这个河川，然后来到第一广场，那它就有很多的很道地的东南亚的美食。那其实你一转身，它在旁边的一个就是旧的比较低矮的这个就是街区里面，它其实也有像青草店这样子一个很传统，然后就是你走进去，它就会有很多青草的香味的一个就是老的产业跟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空间。那我有时候也会往下游走。那绿川的下游，它其实流到就是这个你可以看到图片的转弯处，它其实是一段非常美的河流的空间。它其实有很多的老树，然后那边有一间独立书店。好，那这个绿色标注起来的地方是铁道。那因为台中的铁道高架之后，其实在这几年市府有把地面的铁轨保留下来做绿空。那这个也只是先让大家有个感受，因为最后的部分也会提到绿空的行动。好，那所以刚刚提到，其实旧城是一个没落的地方。就我们在2013年进到台中旧城的时候，就是像周末很热门的时间，街道其实是很空旷的，然后那时候可能超过70%以上的房子其实是空的，就是它没有店家，然后也没有住人。那这其实跟整个台中的发展，它是一个不断都市计划不断往外移的这样的一个建设有关。那一个比较老旧的区，它在街道比较狭小，然后它也没有足够的一些公共交通的支持底下，它就在大概就是在30-40年前开始一直不断的没落。那一直到我们2013年进来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荒废的状态。好，所以当我们进到这个时候，如果你要从问题盘点，你会发现，哎，这个地方好像充满了问题，就是这边的产业没落啊，然后废墟我们有非常多的鬼屋，然后这边的河川其实也是遭到生态破坏的。那在台湾人的一般人的眼里，其实会觉得这些移工就是好可怕，就是他们是治安的死角等等。那当然，火车站周边有一些比较弱势跟无家者存在。但是如果从社会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 shifting focus 转换观点来看，我们其实也同时看到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些价值，就是除了很有一些文化老房子跟产业之外，那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到这个地方做一些闲置空间的活化。那这边也有很丰富的环境资源，那我们如何可以利用这些以工聚集的一个特性，成为东南亚文化的一个对外的窗口？那当然有很多的公民团体，就是在2013年之后，就是大量的来到这个地方做一些服务跟倡议。好，那今天要讲的这个绿川市集呢，它其实就是我们在2013年进到中区，然后我们就是半年之后，因为我们在那边有做一些跟就是青年陪伴有关的一个行动，那所以我们为了要办一场就是成果发表，那其实是一个误打误撞开启的一个行动。我们其实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很少人，尤其是年轻人知道台中旧城区。那他们可能就是到火车站，然后就离开。那但是对于这一块很有历史价值很丰富的地方，他们其实是不知道这里有什么样子的价值。所以我们其实，在2014年8月，我们就想说，哎，那不然我们来做一场市集好了。那当时的情境，其实市集在台湾还没有那么的风行，所以我们就在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是邀请了8个当时的一些在地的店家，然后或是一些青年的就是行动的团队，然后一起在这边，就是你可以看到绿川旁边的一个木栈道的空间，然后我就自己去搬了桌椅，然后来这边做市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你可以从照片你就会发现它也没有遮阳，然后也没有大的招牌，是一个非常非常阳春的活动。那后来为什么会延续成
一个2年多的行动，其实就是因为第一场的这样的一个尝试，我们发现，哎，就是没有想到，很成功，然后也吸引到很多人的关注，然后包含在地的店家就很好奇说，哎，这个地方，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年轻人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后来就转换绿川市集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就做了就是更大规模的尝试。那其实市集只是一个手段，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其实是希望它就像一座桥梁一样，去邀请就是外地尤其是就是不在旧城区，但是它是台中的年轻的世代，它可以借由来逛市集，然后认识这个地方。好，那所以我们就是由好班这边发起，那我们同时也串联了当时就是少数几个很少的一些团队，就是一些公民的团体或是书店这样。那也加上就是公部门的一些合作，像是里长啊、区公所啊，或是局处要借场地等等。那因为其实资源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其实也用志工的方式，然后一起去协助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进行。那这样的一个市集，它其实重点，因为它是市集嘛，所以你就要有摊位。那我们其实会非常强调它有在地的特性，所以我们其实会特别主力在旧城的在地老店，然后还有旧城的一些公民团体，还有旧城的一些青创的团队。好，那所以像这些老店，就是有些是做冰果，然后青草的，然后或是像钢笔店啊、雕刻店等等。那我们会邀请这些店家可以一起来，但因为老店他们的对于设计的行动比较薄弱，所以我们其实还举办过工作坊，就是在市集前，然后邀请有兴趣的年轻人来，然后去了解老店的故事，然后帮他重新规划一个就是更有质感、更有吸引力的这样的一个店家。那市集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综合体，所以我们它可以串联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所以像我们也把音乐表演带进来，然后还有就是旧城小学堂，它是一个去邀请我们希望就是你不是只是一个消费的市集，而是我想要在这个地方让你更了解就是有什么样子的公共议题跟行动，所以我们就有做旧城小学堂，它是邀请一些公民团体，它可以用树下开讲的方式去宣传它的理念。好，那当然就是老店的部分，也是我们一直很想要让大家去认识的。但是有一些店家他可能不一定愿意出来摆摊，所以我们就用各种多元的方式，让他们可以一起参与在这次的行动里面。那包含像是可能灯笼店，我们就是在元宵节的时候，就是结合开灯谜的这样的一个习俗，然后让他们可以在这边展示。那当然还有就是耀宽等一下会分享的，就是绿川的这个团队，他们其实也是因为第一场的绿川市集，他们在这边办了2场的，就是绿川沿岸的小旅行，然后这群人就发现，哎，怎么这个地方这么脏？然后那我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些什么样的行动去改变这条河流？然后我们本来就想说啊，应该就是一头热的团队，但没有想到他们就真的每周一固定在中区开会，然后一直存续到从2014年一直存续到现在。好，那当然还有一些体验的工作坊，然后或是透过就是几张的方式去邀请大家在这2天去走入这个旧城区，还有导览的部分。那这是一个就是其中有一场也是很特别的尝试，是邀请一个行动剧场，然后来到河川底下，就是以河川当做舞台做的一个表演。好，那前后的就是在我们办市集之前，其实在地的团队他们没有一个凝聚的部分，然后其实公部门他们也习惯是由上而下，比如说年货大街的这种就是很俗气的一个就是行销的活动，然后公部门对于中区的态度其实也是比较消极的。那但是透过市集，还有当然就是当时一连串的一个行动，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各种的方式，去让在地的一些组织能够彼此的串联跟连接。那它也是一个去打破就只能市政府给我钱，我才能办活动这样子由上而下的思维，而是由下而上，然后比较年轻化的活动，去让大家更认识这个地方。好，所以其实这就是大家有很多的就是回馈啦。那我们自己特别在意的其实是像在地店家其实就会说，哎，那你们透过这个市集，我好久没有看到中区有这么多的人潮，尤其是年轻人来到这边，那我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
然后或是我们就会看到一些老台中人，就像爷爷就是右下角爷爷就会带着孙子，然后就在河边，然后就跟他讲说，我以前在这边的生活的故事等等。那我觉得，尤其对于在地的一些新创店家来说，他们其实也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去更认识他们所开店的这个区域，他们的一些历史故事。好，那这个是我们综合就是在这3年期间在东区所做的努力。那我自己其实最感动跟着重的其实是在于公民团体的数量。我们在2013年进到中区的时候，大概就是只有我们跟另外一个中区再生基地。那但是在2016年的统计，其实就已经有16个非常多倍的这个差距，就是关注像环境啊、移工啊、文史啊等等不同的公民的团体。那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些青创店家进驻。好，那这个只是很快速的讲说，就是如果对一个地方要做一个行动，到底可以怎么做？那我觉得我观察到其实就是2种路径，一种就是号召愤怒，就是你怎么可以拆一个这么好玩的游戏场？所以就有一群妈妈就可能组成特工盟。那但是像日川市集，它其实是另外一条路线，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好好玩哦，那不然我们来一起做看看吧。对，然后所以其实不论是之前的绿川市集，还有我们现在新波的行动、绿空的行动，它其实对于在地的串联来说，就是不论是市集或是绿空的野餐，它其实都是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是一个应该说它是一个手段，就是那个手段是让社群有个目标可以一起做事情。它透过筹备一个活动，那他们彼此之间就会产生连接。好，那所以这个是最后快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从去年开始，然后同样也是绿川市集这一批人，然后当然还有后来的一些新的团队，然后一起做的新的一个行动，在绿空铁道上面。对，那它其实是最早的时候，因为铁路高架，所以原本的地面铁轨是要被拆除的。那但是当时的一个文史团队，他们就发起说，希望保留这样的一个地面的铁轨。那其实，在一年之间呢，就是转变了市政府的态度。其实过程里面做了很多事情啊，包含也有就是市集，然后包含跟日本这边就是也有一些串联的活动、工作坊等等。那后来真的成功在2015年的时候，让台东市长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这个计划，然后让他经过了这几年，然后一直到去年底的时候顺利整修完，然后开幕。好，这个是过程中团队做的一些行动。所以我们其实在开幕之后，我们就会觉得，那这个地方是大家好不容易保留下来的，那我们希望可以让它有更好的一些活化，那甚至是放入一些公共餐饮的部分在里面。所以我们从去年底开始又号召了这一群人，我们就说，那我们一起再来做一个跟当初绿川市集一样的社群的行动吧。那这一次的行动其实就会是以野餐为一个主角，所以我们在下一个礼拜天，其实我们就要办第1场的野餐在绿空上面。那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一开始的绿川市集到现在的这个绿空的野餐，那它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是去让更多人能够彼此认识，然后去让更多就是大众可以去认识地方的故事。那最后给大家的一个提醒，这其实是我们在就是创办好班之前的一个缘起。我们其实是从一堂课开始，然后我觉得不论是创办好班，或者做绿川市集跟绿空，其实都是从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开始。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